很多人常常在心里纠结，渴望拥有更多的金钱，却又对金钱产生了一些矛盾的情绪。我们可能从小就听父母谈论赚钱的困难，或看到周围的人对于金钱的不满和抱怨。这些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对财富的态度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既想要钱，却又不敢接近它，甚至觉得拥有财富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金钱可能意味着责任、压力和无尽的追求。他们害怕金钱带来的变化，担心会失去本真的自我。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觉得金钱是一种负担，担心一旦拥有更多财富，就会被更多的欲望和需求所绑架。我们被教育要有理想，要追求精神的富足，而不是物质的享乐。然而，物质和精神并不是对立的。很多时候，金钱能提供的是更多的选择权，能够让我们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，选择更优质的教育、医疗，甚至是生活中那些看似微小但却能带来巨大幸福感的细节。拥有财富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精神层面的追求，它可以让我们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，更专注于追求个人成长和精神升华。事实上，我们的经济状况常常影响我们的心态和行为。当我们生活在贫困或收入不稳定的环境中时，我们很容易产生焦虑和无力感，这种情绪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。富足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的真正意义，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忙碌。因此，金钱作为工具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，更是实现个人理想、追求幸福和创造更好生活条件的桥梁。尤其在现代社会，物质和精神的需求并非互相排斥，金钱可以成为我们追求精神满足和幸福的辅助工具。例如，拥有财富后，你可以选择去旅行，接触不同的文化，拓宽自己的眼界；你可以投资学习，提升自我；你可以把时间更多地投入到艺术创作或者社会公益中，这些都能丰富你的人生经历，带来更多的心灵满足。由此可见，金钱的价值不应仅限于物质层面，它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，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多彩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事实上，金钱本身并不是罪恶，它只是工具，是达成目标的媒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财富带来的自由和便利。你追求金钱，可能是为了过上更舒适的生活，享受更高品质的体验，或者帮助自己和他人实现更多的梦想和目标。金钱从来不会是问题，问题出在我们对于金钱的心态。无论我们如何解释它，金钱本身并不会变得好坏，它的影响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使用它。想象一下，当你拥有足够的财富时，你将能够做更多的善事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金钱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自由，它也让你有能力去改变世界。试想，若你能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，若你能为失业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，
金钱就成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和共同发展的工具。相反，若我们只是把金钱看作一种自我享乐的手段，那么金钱可能会变成贪婪、嫉妒和不安的根源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虽然财富丰盈，却依旧感到空虚，甚至在金钱的漩涡中迷失自我。金钱的力量在于它如何被使用，它能够带来乐观和积极的改变，也能够导致自私和堕落。换句话说，金钱并不具有内在的好坏，它本身是中立的，它的影响力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它。只有当我们拥有正确的心态，懂得如何将金钱运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时，金钱才会成为推动我们实现更高目标的工具，而不是让我们偏离轨道的诱惑。许多伟大的慈善事业、社会改革和公益项目都得益于财富的积累和运用，而不是金钱本身的堕落。金钱的力量和价值也可以从这些积极的例子中看到。对待金钱的态度是关键，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使用这份力量，以及如何在拥有财富的同时保持道德和责任感。如果我们能够把金钱看作是工具而非目的，它就能帮助我们实现人生的更高目标，而非陷入物欲的漩涡。然而，许多人却常常在潜意识中给自己设置了障碍。一些人可能会担心财富会带来压力，害怕失去控制；另外一些人则可能认为金钱的追求太过物质化，认为精神层面的充实比物质的富足更重要。这些思想固然可以理解，但如果它们成为我们对财富的主要看法，它们就会成为我们无法突破的心理障碍。无论是在家庭、职场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，我们都可能被灌输过一些关于金钱的负面观念。比如，有钱人不道德，追求金钱的人注定会迷失。这种思想往往让我们对财富产生一种内在的抗拒感。潜意识中的这些信念会限制我们的思维和行为，让我们不敢积极追求财富，甚至在面对赚钱机会时感到不安和焦虑。我们也许会觉得自己追求金钱的动机并不纯粹，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人际关系，甚至迷失人生方向。更有甚者，一些人可能已经习惯了贫穷，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贫困的舒适区。这种心理状态让他们放弃了追求更好生活的动力。比如，一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可能已经接受了这是我命运的一部分的观念，而认为财富的积累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奢望。事实上，金钱本身并不是负担，反而是创造更多自由的途径。我们的信念和对财富的看法将决定我们的行为。改变对财富的认知，我们便能突破这些限制，释放自己的潜能，去追求自己渴望的生活。真正的转变往往源于我们对金钱的心态调整。当我们意识到金钱是实现梦想和目标的工具，而不是一种负担时，我们就能自然地向财富靠近，并以积极的心态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。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受潜意识的巨大影响。当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信念时，往往能发现一些深藏多年的对金钱的恐惧和偏见。只有真正意识到这些障碍，
才能够去除它们，重新定义自己与财富的关系。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尽管一个人表面上很渴望拥有更多的钱，但他们的内心却深藏着对金钱的恐惧和抗拒。当这种情绪长期存在时，金钱就像一道看不见的墙，阻挡了它进入我们的生活。担忧、焦虑、害怕失败或是对金钱的不信任，都会使我们无法在心态上接纳财富，进而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机会和行动。对许多人来说，金钱是生活中的一种潜在威胁。当你心中充满对财富的恐惧时，你可能会在不自觉中错过赚钱的机会。无论是因为害怕失去财富后的责任，还是因为深藏的焦虑让你不敢主动追求更高的收入，你的行为就会受到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。实际上，财富的流动是有规律的，充满恐惧的人通常无法吸引到财富，因为他们的能量场是消极的，容易让他们错失机会。与此同时，焦虑往往会导致决策失误，担忧可能会让你变得过于谨慎，错失那些看似风险较大的投资机会。人们常说，财富偏爱勇敢的人，这并不是一时的迷信，而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学现象。当你处在积极、开放的心态中时，你更容易看到身边的机会，并能够果断地抓住它们。而那些总是感到焦虑、害怕的人，则往往由于对风险的过度放大而错失良机。因此，改变心态，消除对财富的恐惧感至关重要。你需要学会放下心中的顾虑，勇敢地面对财富所带来的挑战和责任。当你用一种开放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金钱，你会发现，财富不仅是可以被获得的，而且会主动向你靠近。你开始察觉到，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甚至每一个行动，都不再被恐惧和不安所左右，而是被一种自信和决心所驱动。这种转变不仅会影响到你对于金钱的态度，也会显著提升你在生活中的决策能力和应对挑战的智慧。当你能够接纳财富，并以正面的心态去面对它时，你的生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。你开始主动寻求创造财富的机会，而不是等待外界的环境给你带来机会。你会开始意识到，财富并不是遥不可及的，它只是需要你付出努力、智慧和时间去创造和吸引的。同时，正确的财富观也能够帮助你实现更高层次的满足感。许多人可能会认为，拥有大量的金钱就能带来幸福，但实际上，金钱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，更在于它能为你带来什么样的自由和选择。当你拥有足够的财富时，你可以做更多你真正热爱的事情，去追求个人的梦想，去为社会做贡献，甚至去帮助更多的人。财富的意义在于，它能够为你创造一个自由的空间，让你能够专注于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，而不是每天为生计而奔波劳碌。拥有财富的同时，你可以拥有更多时间去追求精神上的富足，比如通过艺术创作、旅行、学习等活动来提升自己的内在价值。这些都是金钱带来的正向回报，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。在这个过程中，
我们也需要认识到，财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耐心和远见，并且愿意付出持续的努力。财富的积累不仅仅依赖于运气，它更多的是依赖于自己的智慧、行动力和对未来的规划。无论是通过创业、投资，还是通过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，每一种方式都需要时间和专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保持积极的心态非常关键，因为积极的人总是能够从失败中学习，找到新的机会，而不是被眼前的困难所打倒。与此同时，财富的积累和运用也需要我们具备更高的责任感。拥有财富意味着你有更多的资源去帮助他人，去推动社会的进步。如果你能够在拥有财富的同时保持谦逊和感恩之心，那么金钱就会成为实现更大目标的工具，而不是让你陷入自私和冷漠的源泉。财富本身没有价值，价值是由你如何利用财富来创造更大意义所赋予的。对于那些拥有较多财富的人来说，社会责任感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在追求个人财富的过程中，也需要考虑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做出贡献。只有这样，金钱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，成为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人幸福的重要力量。总结来看，金钱并不是我们生活中的敌人，也不是我们理想和幸福的障碍。它只是一个工具，一个能帮助我们实现梦想、带来自由和满足的媒介。我们需要打破对财富的恐惧和偏见，改变我们的财富观，去接受财富带来的可能性，并以积极的态度去追求它。只有这样，金钱才能成为我们实现自我价值、追求幸福和改变世界的助力，而不是让我们迷失方向的诱饵。财富并非是恶魔，而是我们实现更高目标的桥梁和工具。通过正确的财富观，我们不仅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还能为更多的人带来帮助和希望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